朋友们，今天的剧情精彩，整个欧洲足坛从皇马到法甲的马赛全面上演了内讧的剧目，并且多家媒体跟进报道，穆里尼奥已经和皇马展开了进一步接触。现在看来，皇马的内乱也只有以毒攻毒，靠强人穆里尼奥以强势来压住所有的不同声音。关键是马赛那边的球员奥巴梅扬昨天晚上竟然拿灭火器喷了球队总监。好的，让我们一一道来。先看皇马，现任的主教练阿韦罗亚，据报道至少现在和6名皇马的球员已经正面交锋过，这还是至少。而这些球员呢，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主要是竞技方面，也就是不受重用。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主帅阿韦罗亚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沟通和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理想的解决，所以这一系列的冲突让皇马更衣室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最开始表达不满的就是表现最差的卡马文加。在阿韦罗亚来的初期，卡马文加就公开对一次换人安排感到不满，迅速地向主教练阿韦罗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这次分歧也成为了他们两人紧张关系的开始。到了现如今，双方关系已经变得尤其冷淡和疏远。但在这件事情上，阿韦罗亚选择坚持自己的想法，进一步重用青训小将迪亚戈·皮塔奇，始终让小将在出场顺位上排在了卡马文加之前。那么第二位就是老队长卡瓦哈尔，他其实从阿隆索时期就上不了场，开始积累自己的不满情绪，并在阿韦罗亚手下彻底爆发。在2月1日对阵巴列卡诺的时候，卡瓦哈尔又一次没有获得出场时间，让他和新主帅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紧张。当时1周以后，皇马又客场对阵瓦伦西亚，阿韦罗亚选择再次让青训球员大卫·西门尼斯首发，而将老将卡瓦哈尔还有刚刚伤愈回归大名单的特伦特·阿诺德都放在替补席。赛后，卡瓦哈尔和平图斯之间激烈交流，这个画面也让他的不满彻底暴露。这就是所谓卡瓦哈尔事件。当时球队回归训练以后，卡瓦哈尔继续和主帅阿韦罗亚进行紧张的面对面谈话，可这次会面丝毫没有缓和矛盾，反而确认了双方的决裂。此后，卡瓦哈尔依然经常坐替补席，唯一一次在重要的比赛中首发，还是因为阿诺德迟到。阿诺德当时失去了对阵马竞的首发位置。朋友们，老 K 正在推出一个新的频道，正在酝酿，准确说是我的妻子也许即将出镜，让我先留一个悬念。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感谢您的点赞热推，也感谢您的分享和评论。让我们继续。第3位就是今年新买的左后卫卡雷拉斯，他在伯纳乌也向新帅阿韦罗亚表达不满。欧冠联赛当时输给本菲卡的时候，卡雷拉斯觉得自己被点名批评，在随后对阵巴列卡诺的比赛，他坐在替补席，更是没有获得1分钟的出场时间。比赛结束以后，卡雷拉斯迅速起身，想了解自己一直被摁在替补席上的原因，立刻和阿韦罗亚进行了会面。两个人的谈话发生在伯纳乌教练组的更衣室内，这也是当时阿韦罗亚赛后新闻发布会迟到的原因。当时外界就对迟到有不少猜测，但实际的原因正是因为和卡雷拉斯的临时会面。但这次分歧也让卡雷拉斯跟他的关系进一步紧绷。虽然表面上看，卡雷拉斯在阿韦罗亚手下出场的时间还是不少的，但他最终还是失去了主力的位置，而门迪重新成为首选。而如今，弗兰加西亚也排在了卡雷拉斯的前面。卡雷拉斯已经连续2场替补，国家德比也很可能继续坐在替补席上，他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之一。第4位，老将中后卫阿拉巴。阿拉巴也是要处理的烫手的山芋，跟卡瓦哈尔的情况类似，他也曾经向主教练表达过自己出场时间不足非常不满。他没有等待太久就已经表达过情绪。早在2月初，阿拉巴已经明显不高兴，他和阿韦罗亚之间几乎就没有任何关系，他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缺少机会，为什么很少被使用，并且将这一点告诉了主教练。所以阿韦罗亚不得不面对另一位更衣室重量级球员阿拉巴的不满。在分歧以后，阿拉巴的处境丝毫没有改变，他和阿韦罗亚之间的距离感非常明显。阿拉巴的合同要到6月到期，他也肯定不会继续留在皇马。第5位，劳尔·阿森西奥。在3月11日，他在对阵曼城的比赛中被排除在首发阵容之外，
主教练的决定让他非常不满，最终也向阿韦罗亚表达了不满。几天后，两个人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在对阵曼城替补之后，原本劳尔阿森西奥在对阵埃尔切的时候要首发，可比赛当天，按照球队惯例，在赛前激活训练开始前不久，劳尔阿森西奥在一名队医的陪同下来到了主教练办公室，告诉阿韦罗亚自己有轻微的肌肉不舒服，感觉无法出场。这个事儿让当时的阿韦罗亚非常不满，吕迪格也同样非常生气，因为原本吕迪格是要在那场比赛中休息的，但由于劳尔阿森西奥的临时改动，他不得不在最后时刻进入比赛的计划。随后劳尔阿森西奥就没有进入对阵埃尔切的大名单，也没有随队再前往曼城。之后的马德里德比同样缺席。值得注意的是，在训练中，劳尔阿森西奥是一直很正常的参加训练，也就是说平时训练正常，可一到比赛日就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这个原因在于劳尔阿森西奥球员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向球队道歉，所以事情僵持的时间就更久了。劳尔阿森西奥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必要道歉，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妥协，结束了这件事儿，向整个更衣室道了歉，特别是向吕迪格道歉。道歉之后，他又重新进入了对阵马略卡的大名单，但从那以后也只是被安排参加了一场比赛。第6名球员塞巴略斯，这位大哥更是明面上就已经撕破了脸。4月23日，塞巴略斯说：“我已经要求主教练不要再和我有任何关系。”他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向皇马告别了。目前塞巴略斯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这种情况也会持续到赛季结束，已经没有回头路。一切都源于他和阿韦罗亚的一次非常紧张的谈话。在对阵贝蒂斯的前一天，塞巴略斯来到了训练基地，进入了主教练办公室，随后离开。之后在更衣室里，他向队友承认自己已经要求主教练不要再和自己保持任何形式的关系。塞巴略斯暗示阿韦罗亚对他存在个人层面的因素，并认为自己以后也不会再被征召进入任何比赛的大名单了。这一次谈话是由球员主动发起的，发生在阿韦罗亚的办公室内，气氛完全不愉快。俱乐部高层随后也得知了相关情况，而皇马最不希望的就是再引发一次火灾，再引发一次混乱。当时他们还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会发生更多的事情，所以俱乐部当时像往常一样尊重主教练的决定。于是塞巴略斯的行为也构成了纪律问题，他也不会再进入阿韦罗亚的计划了。所以以上6名球员是反阿韦罗亚的急先锋，但绝不是唯一。现在昨天斗殴的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皇马官方宣布他们已经互相道歉，每人罚款50万欧元。所以巴尔韦德跟楚阿梅尼虽然打得很激烈，但两个人都已经后悔了。他们已经在皇马的调查员面前现身，在此期间相互表达了彻底的后悔，并且相互道歉。而且这并非冲突之后两人的首次对话。其实在恶性的事件发生以后，两人就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早晨火爆的情绪已经冷却下来，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最初的摩擦，还是后来事态的激化，所发生的一切性质极其严重。所以两个人最终试图解决矛盾，并达成一致。现在看来，巴尔韦德头部外伤，必须进行10到14天的强制静养，已经无法参加本赛季剩余比赛。但楚阿梅尼仍然能够出场，国家德比他也具备资格，前提是主帅阿韦罗亚认为合适。楚阿梅尼已经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动态，谈到了冲突。他明确地表示，现在不是追究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谁对谁错的时候。我认可俱乐部的处罚并接受它，而网络上总爱编造最离谱的故事来博眼球，所以请不要相信所有的传言或虚假的叙事。我已经向球队致歉，也想向所有球迷表达歉意。现在是时候向前看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家德比和接下来的赛季上，想让皇马俱乐部重返他应属于的巅峰位置。而巴尔韦德方面，他的妻子米娜也在社媒上发声，明确地表示巴尔韦德的头伤是撞的。他写道：我真的受够这些人了，也受够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乱说，还要怎么样？你们到底还想要什么证据？一切都成了看谁更厉害，谁更会闹。可生活里不是所有事都可以不付出代价的。我之所以公开说这些，是因为我本来想私下解决，但有些人当面装好人，背后却不停泼脏水，甚至说我在成人网站上卖照片。不是所有事都能就这么算了，乱说话、诽谤别人、抹黑别人，
都是要承担后果的。你们也别忘了，一个男人为了发泄自己的私人仇恨，去攻击一名怀孕6个月的足球运动员的妻子，这根本不算男人。我真的累了，也快被逼疯了。我现在本该关心的是宝宝的健康，可现在因为有人毫无意义的不断攻击我，吓得我吃不下也喝不下。够了，凡事也该有个限度。好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该有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了。目前穆里尼奥已经从皇马内部获得了所有冲突的细节，而他能获得这些细节本身就说明他的回归很可能成为现实。在穆里尼奥所获得的皇马告知的事件版本中，皇马没有任何人为楚阿梅尼做任何辩护，但是将大部分责任还是归咎于巴尔韦德，原因是他对法国人楚阿梅尼数次指责。同时，皇马的消息还向穆里尼奥透露，这个事件暴露了主教练阿韦罗亚的经验不足，因为他没有能在场上一次次的凶狠缠抢和激烈的口角中及时的分开这两人，也没有能有效的介入和制止。所以皇马现在认为葡萄牙教练穆里尼奥是推动更衣室重大整顿的最佳人选。目前皇马的更衣室日益在分裂，缺乏明确的领袖，而且被持续数月不断积累的紧张气氛所拖累。那么穆里尼奥曾经在2010年到2013年执教皇马，赢得过一次西甲冠军，一次国王杯冠军，还有西班牙超级杯冠军。老 K 也说过，后来能够连续的获得欧冠的那支球队，也就是在穆里尼奥的手下打下了根基。所以他对皇马更衣室内部的分裂和球队周围日益不和的氛围已经了如指掌。穆里尼奥认为重返伯纳乌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他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平息局势，恢复皇马的竞争力。现在本菲卡队已经开始为穆里尼奥的离队做准备，虽然俱乐部主席仍然想和他续约，种种迹象表明，最特殊的一个重返银河战舰几乎成为定局。穆里尼奥一向以严格管理和强势的执教风格著称，他能够稳定球队，恢复纪律，重建更衣室的秩序，也是最佳方案。他的到来被皇马认为能够迅速地控制球队内部的矛盾，而且在战术上恢复竞争力。尤其是他第一次去皇马，当时尤其擅长应对巴萨的高压战术，通过皇马当时的高效反击和精准的定位球，夺取对巴萨关键胜利。而现在的皇马队内年轻球员太多，经验不足，穆里尼奥的回归很可能在心理层面可以提供极大的稳定性，帮助皇马在关键比赛中保持专注，保持凝聚力。现在穆里尼奥的经纪人门德斯据说已经和弗洛伦蒂诺开始进行谈判，穆里尼奥已经向皇马明确了自己最初的立场，但有一点，皇马可能需要向本菲卡支付约300万欧元的解约金。穆里尼奥和本菲卡的合同到2027年6月到期，但其中有一项条款允许他在赛季结束后的10天内离队，前提就是支付这笔费用。所以上赛季末聘请哈维·阿隆索这件事儿是皇马的总经理桑切斯主导的，但当时也得到了弗洛伦蒂诺的批准。这一次的人选却是由弗洛伦蒂诺亲自安排。据媒体报道，穆里尼奥要求重返皇马要全盘掌握球队所有的事务，而且在球员转会操作上要拥有绝对话语权。老佛爷和穆里尼奥过去的私交一直十分融洽，鉴于阿隆索在此前试图重塑皇马的架构，打破内部派系的格局，但这种尝试阿隆索是失败了。所以要不要给穆里尼奥大权，老佛爷要做出最终裁决。目前已经离职的哈维·阿隆索看到最近的皇马更衣室风波呀，自己感到很庆幸，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皇马一线队的主帅了，他就不用再经历这一切。他向身边人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当初接受皇马的邀请执教皇马是一个错误，但这已经是过去，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阶段。他并不掩饰自己对于在错误的时间执教皇马感到后悔。现在皇马无疑是近年来历史上最微妙的时刻，更衣室内部完全是一场游击战。有媒体表示，在阿隆索当时下课之后，皇马许多球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就已经破裂了，更衣室内一线队球员之间变得完全难以相处，皇马的更衣室处于没人管理的状态，也没有人承担责任。阿隆索承认，在1年前他去皇马当时不是合适的时机，而且后来几个月球队内部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阿隆索和更衣室的核心球员之间始终没有真正形成默契。有趣的是呀，事情到了这一步，
姆巴佩那边又有了新的事态。一位西班牙网红在直播的时候偶遇到了姆巴佩跟自己的女友艾博斯托，随后还有人爆料，这一对情侣随后现身了一家酒吧。根据爆料时间推算，当时已经是当地的时间凌晨12点多。哈哈，再结合昨天姆巴佩离开训练基地笑得合不拢嘴，所以这确实有些乐不思蜀的意思。看来国家德比姆总是想明白了，不打算上场了。也是先等等看吧，穆里尼奥不来，整个皇马新的计划就不可能进入正轨。那么另外呀，最近还有一位西班牙女主持人对皇马是火上浇油，她叫阿尔巴卡里略。这位美女在节目中自曝，当时为了自己的儿子能够获得一副门将库尔图瓦签名的门将手套，她还和库尔图瓦呀好过一阵，有过一段恋情。她当众展示了这副手套，并且直接说，人们说我接近男人是为了名声和金钱，根本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非常劲爆又美丽的故事。我去找这个男人无非是为了弄到这副手套罢了。这副手套外层是蓝色的，里层是黑色，是用来送给我儿子的。你们看看，这上面有一只写着致我的朋友卢卡斯，满怀爱意啊，这是我儿子的名字。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儿子看到时多么激动。哎呀，联想到库尔图瓦过去跟德布劳内女友发生的事，真的老 K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这样的皇马，难怪像一艘迷失了方向的航空母舰，没有航向也没有船长。总感觉这次国家德比库尔图瓦可能也赶不上了。OK， 让我们把目光稍稍转向法甲排名第7的马赛队，因为同样喜欢身着白色球衣的他们正在跟皇马争夺流量王综艺节目第1的称号。老将奥巴梅扬连续4个晚上在训练基地留宿，而且带着10几名球员大闹基地，不仅用灭火器喷向了负责执行训练基地宵禁规定的体育部门代表，喷到了代表本人，而且还喷湿了他的床铺以及个人物品。这位球队总监代表鲍勃·塔赫里气的是不打一处来，已经立刻将此事上报给马赛俱乐部的高层。于是俱乐部2位主席、临时主席和未来将正式上任的主席在周五中午和全队会面，了解事情经过，并决定对奥巴梅扬进行处罚，先无限期停赛。而奥巴梅扬随后已经道歉，但根据多方消息，他当时只是想搞搞气氛，并不是心怀恶意。但摊上现在的马赛队，他们的头号球星格林伍德已经跟足球总监贝纳迪亚的关系接近破裂，俱乐部高层也将格林伍德视为替罪羊。本赛季马赛队已经有不少球员成为了球队崩盘的替罪羊，包括被剥夺了队长身份的巴列尔迪，还有多次表现不佳的世界杯冠军帕瓦尔，当然还有赛季初就被赶走的拉比奥等人。格林伍德本赛季曾经拒绝参加有一次和俱乐部装备赞助商有关的市场活动，这让总监非常恼火。而且训练中，格林伍德也和几名主力球员发生过摩擦，他始终有些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太愿意参加俱乐部安排的法语课，也缺席了一些课程。他还认为更衣室里所有人都会说英语，所以俱乐部高层看到格林伍德的投入程度很低，甚至缺少感激之情。格林伍德本人一直觉得自己因为一些小事儿受到监视，比如有些工作人员会在笔记本上记录格林伍德参加的所有治疗环节，但格林伍德经常会跳过这些环节。还有训练基地的保安收到过指令，不让送快递的进入基地，而格林伍德经常会在客场比赛归来之后点外卖，还想让送外卖的把食物送进来，所以最终球员和总监2个人几乎互不理睬。格林伍德已经不可避免的要离开马赛，但是随着格林伍德球员表现持续起伏，他的市场评价已经下降，而英超的大门仍然对他关闭，所以想卖掉他也没那么简单。在这节骨眼上，马赛的主帅在训练中非常愤怒的一脚把皮球踢走，然后终止训练，因为他对格林伍德非常不满，他对当天的训练内容极为恼火，气愤的狠狠怒踢了多颗足球，随后立即返回了更衣室。自从这位新的主教练哈比布贝耶上任以来，就一直对格林伍德不满。不过当前任主帅德泽尔比下课之后，新的主教练接手，从第3带到了第7，并且这位新的主教练也多次说过恩瓦内利训练不认真。恩瓦内利是从阿森纳租借过来的，再加上过去德泽尔比还在的时候，他跟队内的加拿大球员科内是水火不容，惹得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也对德泽尔比大为不满，所以马赛对这个马字儿，这个白色衣服还真是继承了皇马独一无二的气质。说到皇马呀，还有一则我都不敢相信的新闻。世界体育报报道，皇马更衣室都认定是维尼修斯一直在向主教练阿韦罗亚告密，这让球员们非常不满。无论是对待队友还是自身的举止，维尼修斯和阿韦罗亚的密切关系让队友们惊讶，这种关系在球场上也显而易见。现在维尼修斯在阿韦罗亚的庇护下几乎无人敢碰，这和阿隆索执教时期的情况截然不同。自从阿韦罗亚加盟以来，他就只因为累积黄牌缺席过一场比赛。现在许多球员们都认为阿韦罗亚无法进入更衣室的时候，就是维尼修斯把所有幕后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他，而这让许多皇马球员对维尼修斯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现在的问题是谁将接手皇马主教练的帅位，以及来了之后如何处理维尼修斯的问题。并且还值得注意的是，维尼修斯还没有和皇马续约呢，他的合同将在27年6月30日就会到期。如果没有达成续约协议，明年1月1日开始，维尼修斯就可以自由的和其他俱乐部进行谈判了。哈哈哈，这个消息是不是法国帮爆出来的呀？好，轻松一下，大巴黎进入了决赛，而本周四他们的主帅路易斯·恩里克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56岁生日，在凯旋门附近的知名餐厅组织了一场球员聚餐，但是自己却没有出席。这一家知名的鱼子酱餐厅啊，主打海鲜，主打精致的法式料理，坐落于巴黎的高端富人区，选址尽显用心。所以路易斯·恩里克很懂，本人不到场，让巴黎的众将士在没有主教练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沉浸在淘汰拜仁的喜悦之中，也顺便为他提前祝生，回味那场慕尼黑之夜神奇之战。而大巴黎队咱不缺钱，巴黎现在已经向俱乐部员工发起了邀请，将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旅行、免费的门票，参加欧冠决赛。去年夏天咱们大巴黎就做过同样的事儿，去年邀请了500名俱乐部员工前往慕尼黑观看了当时的欧冠决赛，而且这些员工还被纳入了球员的集体奖金池。哈哈，有钱，咱们纳赛尔真是个好老板，要不是不会法语，老 K 都想去为 PSG 工作。OK， 曼联的卡塞米罗，据说他已经把自己下一站的决定权交给了妻子安娜。目前看，美职联是大概率会成为下一站，而卡塞米罗和家人最心仪的城市就是迈阿密。多年来，他和妻子经常在休假的时候前往佛罗里达，对，就是咱们不养闲人的佛罗里达。而美国这边嘛，总统川普正在就美国队揭幕战的门票价格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说呀，如果让自己掏钱买这么贵的票价，他也不会买。所以这无疑再次把非法本届世界杯的票价争议推上了舆论风口。现在这场美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揭幕战门票最便宜已经卖到了$1120，但是其他的小组赛呢，据说有 25% 门票价格低于$300。反正老 K 觉得世界杯确实太贵。我去年去纽约看世界俱乐部杯，皇马对多特蒙德也就花了100块一张票。今年的世界杯啊，大概率不会去现场，倒不是给不起这钱，实在是觉得没有必要。值得看的还是1/8决赛以后的比赛，但那票价就更贵了去了。好，皇马这边还有消息，说是有好几个皇马球员在替补席就骂过主教练阿韦罗亚，只是后者没听见。就算这些球员当时是用手捂着嘴，但确实是骂了。而阿韦罗亚因为习惯性的站着看完所有的比赛，所以自己不知道，但他的助理、理疗师、队医还有装备管理员都听见了。而阿韦罗亚事后如果知道有人骂他草包啊，他肯定就不会让这名球员上场，甚至连大名单都进不了。所以这种事儿已经发生了。现在根据这些乱象，皇马正在考虑要改变过去选队长的方式。过去是一直由资历来决定，而现在正考虑2种方案，要么由全队投票选举队长，要么由俱乐部直接指定。这主要是因为巴尔韦德他作为第4队长，资历相当老，但现在却发生了这件事。还有关于穆里尼奥最新的消息已经过来了，说皇马已经给他提供了2年合同，将支付他300万欧元的解约金。那么作为穆里尼奥的人迷，老 K 就一句话，那就赶紧的吧。在这节骨眼上啊，皇马阵中还有1名中场球员，还有1名后卫球员。这2位球员的家人给主席老佛爷打过电话，抱怨自己孩子出场时间太少了。
这还都是2名关键的国脚，所以这就是皇马的更衣室被宠坏了的典型例证。许多分析师认为，老佛爷正在失去权力，皇马正处于一个政权要被终结、新的政权要更迭的期间。还有消息说呀，多名皇马球员在多场比赛的替补席上私下嘲讽阿韦罗亚，称他是训练追，而阿韦罗亚在得知此事后就决定不再让这些球员出场。还有巴尔韦德小队长在更衣室曾经当面指责一名队友的态度问题，并且还警告另一名球员说下一个就是你。为了平息这些风波，皇马正在考虑必须要将几名球员挂牌出售。这所有的一切呀，搞得今天皇马基地的气氛极为紧张，俱乐部的安保人员阻挡任何无关人员，禁止靠近，整个训练基地已经被设为堡垒状态。而皇马今天恢复训练以后，楚阿梅尼也来了，也和队友们一起进行了训练。但是总经理带着另一位俱乐部的高层在训练场举行会议，目的就是为了找出泄露这次冲突消息的内鬼。所以抓内鬼过去是曼联的传统戏目，现在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各支豪门。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过去曼联的主教练穆里尼奥才是真正的专家呀。好的，世界杯要来了，国家队即将成为主角。在这黎明前的黑暗，皇马和马赛队同时举起了流量的大旗，向他们致敬。所以感谢大家关注老 K 足球新闻，感谢您点一个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点击全部。咱们明天再见。